1976年是许多球迷心目中的特殊年份，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许多世界足坛的传奇前锋，比如罗纳尔多、舍普琴科、雷科巴和克鲁伊维特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球员也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充满了比较。早期被拿来和克鲁伊维特比较，巅峰期则和亨利比较。他的成长历程似乎完全与荷兰足球史的主流不同，完全不是少年成功的故事。在21岁之前，他曾在清道夫和中后卫的位置上度过了许多平凡岁月。然而之后，他开窍了，成为了一名传奇射手。在他的职业生涯共打入327个进球，被誉为那个时代的禁区之王。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范尼斯特鲁伊的伊利。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望这位大器晚成的禁区之王范尼斯特鲁伊。1976年7月1日，范尼斯特鲁伊出生于荷兰南部小城奈梅亨西南的小镇奥斯。在这里，自行车运动比足球运动更受孩子们的热爱。尽管足球土壤相对贫瘠，但这并没有扼杀小范尼对足球的梦想。同一天，另一位荷兰球星克鲁伊维特也诞生于世，两人不可避免地被拿来比较。然而，与少年时便崭露头角的克鲁伊维特相比，范尼的足球之路显得漫长而艰辛，完全不是少年得志的故事。从6岁开始，小范尼便进入格芬青训营，之后他又在12岁时辗转到奥斯的玛格丽特青年队接受了足球训练，并随后加入了当地球队邓博什的青年队。17岁时，范尼加入了荷兰乙级联赛的邓博施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开始职业生涯，直到18岁才升入邓博施的一线队。此时的范尼斯特鲁伊还在清道夫和中后卫的位置上蹉跎着岁月，而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克鲁伊维特则已经代表荷兰豪门阿贾克斯登上欧冠决赛的舞台。范尼斯特鲁伊在晋升邓博士一线队后的首个赛季只参加了一场正式比赛，这场比赛是荷兰杯第2轮对阵阿贾克斯的比赛。当时，阿贾克斯主帅路易斯·范加尔派出了强力首发阵容，最终以3-1的比分击败了邓博施。在比赛的第71分钟，范尼作为替补登场，负责盯防由利特马宁、罗纳德·德波尔、菲尼迪·乔治和奥维马斯组成的阿贾克斯豪华攻击群。遗憾的是，范尼替补上场后，球队防线失误2次，最终以失败告终。在1995到1996赛季，范尼斯特鲁伊以后卫身份打进了5个进球。接下来的96到97赛季，他成为邓博施队的主力球员。青训主帅发现范尼的进攻才华，将他的位置逐渐前移，成为前腰。在接下来的13场比赛中，范尼攻入了12个进球。随后的3个赛季，范尼代表邓博施在荷乙联赛中出场67次，打进17球。3年的乙级联赛时光就这样轻描淡写的疏忽而过。终于在21岁展露天赋的范尼斯特鲁伊终于迎来了更大的舞台。1997年夏天，范尼斯特鲁以158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荷甲海伦芬队，并在海伦芬主帅德哈恩的指导下逐渐被改造成了一名中锋。1997年8月20日，范尼在海伦芬对阵布雷达的荷甲首轮比赛中首次亮相，并在第75分钟打入了他在荷甲联赛的处子进球。虽然当时范尼的技术和控球能力都有待提高，但主教练德哈恩看中了他非凡的潜力，并推荐他观看那个时代荷兰足球的全民偶像荷兰球星丹尼斯·伯格坎普的比赛录像，以学习停球和一脚出球的技巧。尽管范尼斯特鲁伊在海伦芬的时间很短，但这段经历却让他在主教练的悉心培养下确定了前锋位置，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前锋。这短短的1年对范尼的足球生涯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997到98赛季中，担任前锋的范尼斯特鲁伊出场37次，打入13球，并贡献6次助攻。1998年7月，范尼斯特鲁伊以700万欧元从邓博什加盟 PSV 埃因霍温，当时打破了荷兰本土转会费纪录。这次转会标志着范尼职业生涯的重要跨越。在名帅鲍比·罗布森的调教下，范尼的射手潜质和本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迎来了大爆发。在 PSV 埃因霍温的第1个赛季，范尼出场34次，打入31球，并有8次助攻，参加46场比赛，打入41球，并有10次助攻。他凭借这样的出色表现，获得了1998到99赛季荷甲联赛金靴和欧洲银靴，并被评选为1999年荷兰足球先生。1999到2000赛季，范尼斯特鲁伊延续了之前1个赛季的高光表现。范尼在6轮荷甲联赛中打进14球，帮助埃因霍温取得了5胜1平的战绩。之后与宿敌阿贾克斯的2回合交锋中，范尼斯特鲁伊均上演了帽子戏法，
为埃因霍温当赛季的最终夺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岁的范尼斯特鲁伊逐渐地成为荷兰足球界备受瞩目的超级射手，让所有对手闻风丧胆。他的出色表现不仅获得了荷兰足坛的认可，也开始在欧洲足坛崭露头角。曼联当时的主帅弗格森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加盟合同，准备邀请范尼加盟球队。但是，不幸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范尼在日常训练中练习头球攻门落地时，右膝发生了非自然的弯曲，随即退出训练。次日，经过确诊，范尼的右膝十字韧带断裂，这意味着他将缺席了赛季剩余的比赛。这不但令他无缘出席2000年的欧洲足球锦标赛，更意味未能通过体检而不得不错过登陆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机会。2000年整个夏天，范尼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河谷小镇的一家专业诊所接受膝盖手术后，进行了漫长的康复训练。在荷兰足坛，许多人都担心那次严重的十字韧带撕裂会毁掉范尼的足球生涯，就像范巴斯滕遭遇的悲惨命运一样。然而，经过整整1年的恢复，范尼终于重返赛场。范尼以最短时间摆脱了伤病带来的影响，状态十分稳定，帮助埃因霍温卫冕了2000-01赛季荷甲联赛冠军。范尼斯特鲁伊在效力埃因霍温期间，共出场67次联赛，攻入了惊人的62个进球。这些进球成为了埃因霍温球迷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范尼斯特鲁伊的出色表现，帮助球队在阿贾克斯和费耶诺德的夹击之下多次夺得荷甲冠军，更让他成为了埃因霍温足球俱乐部的传奇人物。2001年夏天，范尼斯特鲁伊再次看到那束熟悉的光芒，指引着他前往老特拉福德。曼联主帅弗格森告知范尼斯特鲁伊，他之前签订的合同依然有效。尽管经历了伤病阴影，范尼斯特鲁伊拒绝了其他球队的邀请，包括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尽管他们提供了更高的报价，但他仍然坚持和曼联签约。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受伤的1年时间里，曼联主帅弗格森传递给他的关怀、尊重和信任。2001年4月，范尼斯特鲁伊以当时英格兰足球转会费纪录的2850万欧元加盟曼联，成为那个赛季最耀眼的签约。25岁生日那天，他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身披曼联围巾，高举红魔球衣，他那飘逸的长发下隐藏着一张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的面庞。曼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之一，老特拉福德是所有球员心中向往的梦之舞台。范尼表示：“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与像罗伊·基恩、大卫·贝克汉姆这样的球员一起训练，这真是难以置信。他们都是伟大的球员，经过那么多辉煌的岁月，仍然充满着对胜利的强烈渴望。”2001年8月12日，范尼首次代表曼联参加了与利物浦的社区盾杯决赛。在比赛的第51分钟，他打进了自己在正式比赛中的第1个进球，迅速征服了曼联球迷。一段红色的传奇之旅就此拉开帷幕。在英超的首次亮相中，范尼在老特拉福德梅开2度，帮助曼联险胜富勒姆。同年圣诞节前，他在对阵南安普顿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范尼斯特鲁伊在整个赛季代表曼联参加了49场比赛，贡献了36个进球和2次助攻。他在欧冠联赛中攻入了10球，荣膺当赛季欧冠最佳射手。在英超联赛中，他攻入了23个进球，与纽卡头牌阿兰·希勒和切尔西射手哈塞尔巴因克共享了英超银靴，仅比金靴亨利少了1个进球。此外，范尼还成为了英超联赛创立10年以来第1位连续8轮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范尼斯特鲁伊当选了2001-02赛季英超联赛最佳球员。尽管曼联在2001-2002赛季仅排名联赛第3，但范尼的出色表现仍然赢得了球迷和媒体的一致好评。2003年3月22日，曼联在英超第31轮以3-0战胜富勒姆。当时的范尼斯特鲁伊上演了帽子戏法，其中在比赛的第68分钟，他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长途奔袭进球。范尼在半场启动带球突破，连续摆脱了5名对手的围追堵截，狂奔突进了将近70码。他强硬的身体对抗毫无惧色，灵活的脚步更是让对手无从下手。最终，他冷静地用右脚完成了推射进球，这也是范尼在曼联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进球之一。曼联在联赛倒数第2轮主场迎战查尔顿，取得4-1的胜利。这场比赛范尼状态神勇，上演了当赛季的第3次帽子戏法，也是他连续第7场联赛收获进球。5月11日，曼联在英超最后1轮以2-1战胜埃弗顿。范尼在下半场利用一记点球帮助曼联反超比分。最终，
曼联以83分的积分逆转夺得了英超联赛冠军。在2002到03赛季中，范尼代表曼联出场34次，打进25球，超越亨利成为英超最佳射手。在欧洲冠军联赛正赛中出场9次，打进12球，连续第2年荣膺欧冠最佳射手。他的出色表现让他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2003年度欧洲足联最佳阵容、欧洲足联赛季最佳前锋奖、2002年度国际足球历史与统计协会世界最佳射手奖、英超年度最佳球员等。在2004年2月7日的英超第24轮比赛中，曼联以4-3战胜埃弗顿，范尼打进了代表曼联参赛的第100粒进球。接下来的整个赛季，曼联面对枪手阿森纳26胜12平的不败战绩，也只能一直扮演着的追逐者角色。而范尼也在与亨利的金靴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赛季冲刺阶段，范尼还因伤错过了5场比赛，最终曼联只收获了联赛季军。2003到04赛季，范尼斯特鲁伊代表曼联在各项赛事中出场44次，打进30球，其中英超联赛32场打进20球。在2004到05赛季，范尼斯特鲁伊受到了不少伤病的困扰。最初，他因为做了疝气手术而缺席了1个月的比赛，直到9月11日，他在曼联2-2战平博尔顿的英超第5轮联赛中成功复出。但是，在2004年12月至2005年2月期间，范尼再次因伤错过了整整2个月的比赛。范尼在2006年2月26日曼联赢得英格兰联赛杯冠军的比赛中，作为替补席坐了整整90分钟。这一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球员。英超联赛最后一轮，范尼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他在开赛前的3个小时直接开车离开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弗格森在自传中写道：“他的行为越来越糟糕，我不认为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他还受队友欢迎。”2005到06赛季，范尼代表曼联在各项赛事中出场47次，打进24球。范尼在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里，他依旧能收获很多的进球，但是他与弗格森和 C 罗之间的矛盾却频繁爆发，这导致他的曼联的岁月不经意间走向了终点。在范尼为曼联效力的5个赛季中，他出场219次，打进150个进球，其中95粒进球是在英超联赛中攻入的，仅有1粒是禁区外的进球。这段时间内，他展现了出色的表现，每个赛季平均攻入20个以上的进球。范尼斯特鲁伊把职业生涯最辉煌的5年献给了曼联，也正是在曼联这个大舞台上，让大器晚成的范尼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世界级球星。最终，范尼斯特鲁伊在2006年夏天以1500万欧元的身价从曼联转会到西甲皇家马德里。2006年9月10日，范尼斯特鲁伊以一场精彩的帽子戏法帮助皇家马德里在西甲第2轮以4-1击败莱万特。同年11月12日，他在比赛中再次大放异彩，打入4粒进球，帮助球队以4-1战胜奥萨苏纳。在随后的4月至6月期间，范尼连续8轮西甲联赛中打进10球，为皇家马德里贡献了7胜1平的成绩。当时的皇家马德里队已经不再是银河战舰时代的辉煌，但范尼在加盟伯纳乌的第1个西甲联赛赛季中出场37次，打进25球，成为西甲2006到07赛季最佳射手，帮助球队成功反超积分榜，重夺失落已久的西甲联赛冠军。尽管范尼在2008年3月至5月因伤缺席了9轮西甲联赛，但主帅舒斯特尔仍然十分依赖他的实力。范尼随后伤愈复出，2007到08赛季代表皇家马德里在西甲联赛中出场24次，打入16球，帮助球队提前卫冕西甲联赛冠军。范尼在皇马的最初2个赛季表现出色，不仅在第1个赛季成为西甲最佳射手，而且帮助皇马2次夺得西甲联赛冠军。32岁的范尼斯特鲁伊在伯纳乌球迷心中重燃禁区之王的光芒。然而，时间的侵蚀是不可避免的。自从2007到2008赛季后，范尼频繁受伤，这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在范尼斯特鲁伊职业生涯的晚期，伤病开始不断困扰着他。在2008到2009赛季，他因右膝半月板严重损伤而报销了整个赛季，仅在各项赛事中出场12次，打进10球。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情况只会更加频繁，这成为了他无法摆脱的阴影。虽然他在2009年9月20日复出并打进1球1助攻，但他再一次因大腿伤病缺席了皇家马德里接下来近3个月的比赛。最终，34岁的范尼斯特鲁伊知道在皇家马德里他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2010年冬季转会窗口，
范尼斯特鲁伊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德甲汉堡队。虽然他在那个赛季出场44次，打入17球，但年龄和伤病成为了他无法逃避的现实。1年后，他回到西甲，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马拉加，为球队贡献了不少。在2012年4月9日的比赛中，范尼打进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帮助马拉加锁定了当赛季西甲第4名，这是俱乐部64年历史上的最佳战绩。我们获得了参加欧冠这样顶级赛事的资格，但这也迫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在球队梦想成真的时刻，也是我说再见的最好时机。范尼动情地说道。范尼斯特鲁伊在赛季结束后，在马拉加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自己的退役。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范尼身边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他发表了一封深情的公开信，表达了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感悟和对于足球事业的热爱。他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最完美的结局，将永远怀念足球带给他的一切。范尼斯特鲁伊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是足球界的一位传奇。他效力过7支不同的球队，赢得了4座顶级联赛冠军奖杯，成为了3大不同联赛的最佳射手。此外，他荣膺过2次荷兰足球先生、1次英超联赛最佳球员以及1次欧冠联赛最佳阵容。范尼共出战519场比赛，打入327粒进球，展现了他出众的射手本能。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范尼也开始面临伤病的困扰，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即使范尼斯特鲁伊已经退役，但他仍然在足球界发光发热。他以教练的身份回到舞台中央，为球队和球员的成功而努力。他曾担任荷兰国家队和埃因霍温俱乐部的助理教练，如今他是埃因霍温一线队的主教练。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带领球队夺得了克鲁伊夫顿杯冠军和荷兰杯冠军。目前，埃因霍温在荷甲排名第2，范尼的执教成就备受称赞。范尼斯特鲁伊，他是那个时代我们都爱过的前锋之一，如今以新的身份继续在足球界发光发热。欢迎您留下对范尼斯特鲁伊的看法和分享。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做影片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